宋嫔啊，对皇上这是爱的深沉啊！对皇上真的是爱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Yes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们相聚在冷宫，为了以后的新生活，干杯！快点出卡呀！八头，芝芝啊，还是啊，你演的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爱皇上爱疯了。就是，值班的任务干脆交给你得了。好了，8万。火了！姐，我是宋芝芝。3天前我刚穿越过来，就赶上一道圣旨，将我打入冷宫。还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我不去！我 PPT 还没跑车呢，我不想坐了。可谁知道天不亡我宋汉三，金手指他虽迟但到啊！我以为我在做梦呢，你给我来真的！恭喜宿主绑定冷宫系统，只要宿主成功在冷宫待过99天，就可以获得一笔巨款返回现实世界。什么？冷宫系统？哦，先来呗，还没吃饭吧？这是我前天藏的，来，不用客气。冷宫系统99天，今天才第1天，那我得疯球了！进冷宫待99天，那我就把这监狱变成天堂。这里没有996，没有该死的上司，没有心机狗同事，所以这笔巨款我宋芝芝拿定了。小汉风雨，解天下大旱。皇上下令大赦天下，将所有冷宫嫔妃恢复原位。皇上，我的99天冷宫计划有一场雨泡汤了。咱以前住哪儿啊？先不打了，你先打车吧。啊？彤子，你就没点别的金手指吗？我现在连宋芝芝的记忆都没有哎，这要是被太后娘娘发现了……叮咚，宿主，您只是这个小世界的配角，配角不需要有记忆，也不能走一步算一步啊。宋嫔，太后娘娘有请。宋芝芝，让你去皇帝身边监视，为何跳湖自杀？原来原主是因为不想搅和其中当夹心饼干，所以跳湖自杀才被打入冷宫。还是说你不想替哀家效我应该是想的吧？放肆！想？我当然想。我当时跳湖是因为我一时脚滑了，我以后一定对太后娘娘马首是瞻。去吧，3日后哀家要看到你的诚意。得嘞。云翠，那个，我不是进冷宫了吗？我这进去一遭，好多事儿都忘了。我们家的家世怎么样？娘娘的父亲呢是驻扎边关的大将，那娘娘的兄长们呢又是年少将军，且家中只有娘娘一个女儿，自然是家世显赫啦。手握重兵，世家独女，怪不得沦为棋子。那个，太后跟皇上的关系为什么不和啊？太后娘娘虽说是皇上的生母，可是我朝有双生子不及的说法，所以皇上自幼便送到了她宫抚养。可是后来，
皇后娘娘最疼爱的六皇子还是没了。这种女强惨男主，通常都性格暴戾。况且我拿的也不是救赎剧本啊！哎，不行，我得回冷宫才行，我得保住自己的狗命啊！我可不想当夹心饼干。啊！我家娘娘她疯了。你是说宋嫔回到宫里还在哭？是啊，皇上，不只是宋嫔，就连其他妃子也是闷闷不乐，仿佛天塌了。朕的这些妃子有意思的很啊！好你个宋芝芝，你居然敢背着姐妹几个争宠啊你！还别闹，给皇上煲汤呢。我就说嘛，咱们姐妹几个撵得最真，合着你是真喜欢皇上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如果让皇上厌弃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回冷宫了。那我也……别急。来人，将宋嫔、齐贵妃打入冷宫，永不再出。得嘞。爱妃的心意，朕心领了。只不过朕最近偶感风寒。皇上，这些都是臣妾们对您的心意啊。陛下，你就喝了吧。宋嫔，牛啊！你这张嘴，你回冷宫之心日月可见。大胆宋嫔，你这个强行灌皇上汤药！是啊是啊，然后呢？你讲出来。皇上，快说，快说，把我们打入冷宫，永不再出。奇怪，我这风寒已经数日未好，怎么喝了这汤反而不难受了呢？难道他刚刚之所以大不幸，是因为急于关心我弟？宋嫔、齐贵妃关心龙体，朕心甚慰，赏黄金100两。什么？赏？乔乔，刚从冷宫出来，就急着去献宠，刚拿到些赏赐就招摇过市，就没见过这么狂的。就是，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齐姐姐，你说，咱们要告诉他，咱们根本不想要赏赐，只想回冷宫，会不会显得我们很装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他们肯定要把咱们手撕了不可。对呀，齐姐姐，手撕、宫斗、踩赃陷害，这几个人里面，谁最得宠啊？肯定是那个乐嫔啊，她可是皇上的青梅竹马。青梅竹马。姐姐，这些黄金你先帮我保管好，等我进了冷宫，你再还给我。娘娘，你要这些做什么？这些都是宫中的太监宫女督撰的话本子，皇上严令禁止的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但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短剧里面都这么演的。啊，咱们当反派的呢，就要用女主最在意的东西去挑衅她。
什么女主，什么反派啊？皇上和月平那些不能说的故事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就连花儿，你也要凋零吗？哇，你看着通身的气质，不愧是皇上最疼爱的女人。哎，你都打听清楚了吧？皇上马上就要经过了，是吧？好啊，现在冷宫的位置有限，我宋芝芝这次一定要成功调配。哎，你快回去收拾行李，咱们要回冷宫了。哟，穿的这么花枝招展，是要勾引谁啊？宋姐姐，我吗？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辰，但皇上今日却没有翻你的牌子，好可怜哟！该生气了吧？该愤怒了吧？该要对我破口大骂了吧？快来，快跟我快呀！姐姐，你人真好，你是整个宫中唯一一个还记得我生辰的人啊！啊，不是，这剧情发展有问题吧？看到了吧？这是我进宫那会儿皇上送给我的簪子，你就只配得到我不要的。我果然就是天生当恶毒女配的好苗子，如此奇耻大辱，这一下子该疯了吧？原来姐姐是来给我过生日的。姐姐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，你人真好。啊！老天爷，你到底有没有搞错？这到底是白月光还是缺 IP 啊？不管了！哎呦，月平，我好心送你簪子，你怎敢对我？月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是月平，月平他几度臣妾得了您的簪子，他就退了臣妾。确有此事。我爽了，看清我的真面目了吗？赶紧告诉皇上，是我在狠狠的诬陷你啊！皇上，是臣妾推的，宋姐姐她很好。不是姐妹，你这个脑子到底是怎么混的白光呢？不是姐妹，你是女主啊，你不得解释解释？月平罚宫中禁足3日，宋芝芝受委屈，赏。哎，皇上，我冤枉月平的，我冤枉月平的！我的冷宫计划又泡汤了。姐姐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是知道我不喜欢出门，所以才演这一出戏，让皇上给我禁足。我哪知道啊？号本子里没写。姐姐放心，姐姐的好我一定记得。日后你若是遇到难事，我一定相助，不让姐姐再回到冷宫那等苦寒之地。这对吗？真的对吗？皇上，您为何明知道是宋嫔诬陷，还要惩罚月嫔？他是太后的人，宋家又掌控着兵权，对是对，错亦是对。哎，不是，这为什么呀？那短剧里面那些反派不都这么演的吗？娘娘，你今日确实太草率了，今晚你就乖乖的待在宫里，不要再出去挠幺蛾子了。今晚宫里有大事儿？是。什么事儿啊？今日是月食，
每年的月食呢，占星阁都会去夜观天象，判吉凶。谁说迷信不好啊？这个迷信也太好了吧！只要我去浑天仪那把它调整成我的生辰八字，那我不就成了这个不吉之人？这古代人可是很讲究这个的。不行吧？我竟要震撼全皇城！血53。走。皇上，太后每年都会找人对浑天仪做手脚，编排您是不吉之人，让您受罚。看来这宋平果真是太后的人。每年都是这出戏，真的有些累了。若不是你不急，如何会克死你弟弟？幸好我在现代的时候精通六爻，不然这玩意儿我还真看不明白。什么现代？什么六爻？哎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他们来了。明儿，你和你弟弟长得越来越不像了。20岁，弟弟不幸，不到束发就死了，而我一定要活到华发丛生。我们二人自然会越来越不像。不过母亲倒是可以多看看朕这张脸，睹物思人。你放肆！你克死了你弟弟，竟还毫无悔意。母亲，若当年死的人是我呢？自然是你时运不济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这么一看，这文明虽然当了皇帝，但是也挺可怜。太后娘娘，时辰到了。既如此，皇帝下令开浑天仪吧。快看！每年月食都要测算星运，测出不吉之人，这是大周的规矩。那便开。是。真算出来我这么不急，我就不信，这回我还不能回冷宫。母后若是想要责罚我，何必想出这么多阴招？这场戏演了18年，早就已经烦了。要开了。今年的不吉之人是宋之之，就是那个被打入冷宫又被恢复位分的宋嫔宋之之。哀家当然知道是你，只是你为何出现在此处？太后娘娘，臣妾出生的时候天降异象，被批命克夫克子克全家。宋家人为了躲着我，都跑边疆去了。臣妾听说今天要测不吉之人，所以特意赶来，不敢隐瞒。克夫克子克全家啊！你说宋家去戍边是为了躲你？no。可是哀家怎么听说你出生时天降异象，大吉之兆？
可朕怎么听说宋家人去戍边独独把你留在京城，是为了防止宋家后继无人？皇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家丑不可外扬啊！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问监正。浑天仪所指，是不是壬戌年某时3刻出生的女婴？It's me。这浑天仪早已调制了皇帝的生辰八字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于监正，查。是。查吧查吧，这浑天仪早就被我调过了，一颗不多，一颗不少。这，我没说错吧？这就是我的生辰八字。原来他方才这么手脚，居然说了救我，可他为何要救我？臣妾天煞孤星，恳请太后皇上将臣妾纳入冷宫。宋嫔，你可知道你这是多大的罪名？哎呀！皇上，太后，息怒。路遥国本这么大罪名，都能进冷宫800遍了，我就不信这下子还能赦免我。宋芝芝本就是哀家的暗桩，若是惩处了他，岂不耽误了大计？今日之事定是巧合，怎会有人傻到要害自己？宋芝芝身后可是手握重兵的宋家，边疆战事连连，若是此时惩处了宋芝芝，边疆恐怕会心寒了。宋嫔，先起。其实今日是浑天仪出了问题。其实这浑天仪不仅能测出大凶之人，也能测出大吉之人。是大吉？宋嫔心怀江山社稷，为了国运，不惜献上自己。哀家觉得此等人品应当嘉奖。朕正有此意，不如将宋嫔赐为一宫之主，自居翠云宫。什么？娘娘，皇上，娘娘是因为高兴过头了才晕倒的，谢皇上，谢太后娘娘。老天爷，你一定是在耍我！皇上这是想到宋嫔了吧？说起来，今日若是没有宋嫔，太后娘娘还不知道要拿这个做由头，怎么折磨皇上呢？他的确是奇怪之人，当初刚进宫就闹刺杀，如今更是屡屡给这惊喜。没准儿这宋嫔从冷宫出来后想开了，对皇上产生了情意。不，他是太后的人。那就说不明白他今日为何要演这么一出了。兴许是太后换了种手段大方。皇上是说美人计？既然他想演，那朕就陪他演。今晚传宋嫔侍寝。你今天这招实在是高啊，恐怕放眼整个后宫都没有您这般心怀天下之人。娘娘，有了这块令牌，日后翠云宫都得听您的。我的老天呐！什么？没进到冷宫养老就算了，还要了我那该死的牛蟒！这整宫却是什么很好的东西吗？今晚翠云宫主为宋嫔侍寝。莫老姑。搞什么？搁这涮火锅呢？老娘都要被腌入味了，好吗？这还是娘娘第一回侍寝，还是交房独宠。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说不定那交房殿的门槛早就被那些嫔妃给踏破。切，一根烂黄瓜而已，还给他宝贝上了，当皇帝了不起啊？嗨，娘娘，非也，您才是皇上第一个翻牌子的嫔妃。
第一个。完了！照这么说，这个狗皇帝从来就没有召见过嫔妃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心理扭曲啊！说不定他还有特殊癖好呢。看给娘娘高兴的，脸都红了。娘娘莫要害怕，今夜过后，你就是整个后宫最尊贵的女人。她不是下场最凄惨的女人吧？系统，你真的没有什么迷药之类的东西吗？我要是死翘翘了，你的 KPI 怎么办？叮咚，回宿主，您绑定的系统不提供物品。另外，您只是3000小世界的其中一位 NPC， 不影响我的 KPI。什么？你个冷血无情的非碳基生物！花间相约在春天，笑容如阳。花间相约在春天。好帅！这放到现代，怎么也是个顶流级别的吧？蝴蝶飞舞在身边，此刻美好又难忘。我勒个老天爷！这是我不花钱就能摸到的极品吗？等我回冷宫了，一定要想办法在冷宫开一个模子馆。哇哦！宋诗诗，皇上，臣妾或许是有些上火，臣妾到偏殿处理一下。皇上，宋嫔这是？你说太后聪明一世，为何要送一个这么蠢笨的女人来当眼线呢？宋芝芝啊，宋芝芝，你这996牛马，当疯了吗你？居然对一个虚女人物放花痴啊！宋芝，无论她长得再好看，我也不能因为一时的美色出卖我的身体。现在得想办法脱身才行。启禀皇上，天北大捷，只剩望州城里的宫否。幸亏我之前996当秘书的时候，天天替领导签字，不然还真露馅了。谎报圣旨，延误军机，我就不信这次我还能全身而退。原来，这竟真的只是太后给朕下的另一个圈套。皇上，现在可要惩处宋嫔？无妨，那信中的军情满朝皆知，就算他送给太后也无妨。待燕北定下，再处置也迟。是，那宋嫔她哪儿来的？狗回脑去！干什么？当皇上就可以张之则来，挥之则去吗？还有没有人权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娘娘，您别生气了，皇上今天肯定是有要务在身，回头还会再召见您的。明村儿啊，咱们这回一定能回冷宫了。
皇帝那边如何了？皇帝召了宋嫔侍寝，不知为何又将人给送了回去。没用的东西。罢了，燕北如今只剩最后一关，他以为此战定会大捷，稳住他在朝中的声望。哀家在望州城给他留了个惊喜。淑儿没能坐上他的位置，他文明也别想坐稳。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嘛！啊，齐姐姐怎么还不来？不是叫人找她了吗？她说，哎呀，我还以为妹妹如今富贵了，把我们冷宫的姐妹都忘了呢。胡说！这个是我新研制的奶茶，我们家里面人都喝这个，叫《霸王别姬》。霸王别姬，尝尝。这个是什么？看着啊，你拿着这个，你就嘬，你就使劲嘬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在皇上那吃瘪了，又想起新招出来争宠了是吧？不是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皇上就长得再好看，也是一群女人抢他一个。我干嘛要去讨好他呀？等我们回了冷宫之后，我想个法子，把皇宫里面所有样貌好的男人都锁在一起，开一个模子馆。模子馆？哎，就是召集整个皇宫除了皇上以外的男馆。姐姐进宫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调整调整你的内分泌了。哎呀，芝芝啊，本宫真没有看错你，还是你见过大世面。那是，我宋芝芝是什么人？我生是冷宫人，死是冷宫的死人。我去，什么声音啊？是班师回朝的声音。班师回朝？啊！快！我马上要被打入冷宫了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走！皇帝，你好威风，就是不知道你还能威风到几时。有劳母后关心了。姐姐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闯下的大祸。你干什么呀？我篡改了密信，延误了军机，我完了！芝芝，你疯了！我看你不是想回冷宫，你想去阎王殿吗你？燕北大败，此番皇帝的势力必然会动荡。文明啊文明，纵然你身经百战夺得这皇位又如何？哀家自有办法让你下台，垂帘听政。陛下，哎，我跟你说了啊，等我回了冷宫之后，记得把黄金还给我。我先去了。燕北，皇上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这一不小心手滑，改了密信送到前线，臣妾犯了大错呀，还请皇上将臣妾打入冷宫。这是个什么？谁呀？什么我谁？我是你二哥。谁？我是你二哥。完了，本以为宋家人远在天边，玩脱了我一个人受罚就行了，这怎么还整上九族潇潇乐了？他那晚竟不是将密信送给太后，难道这其中又有诈？宋芝芝改了皇帝的密信，难道燕北状况如何？回太后娘娘，回陛下，臣等本打算一举攻下望州城，但接到了皇上密报否决，臣等虽然疑惑，但却谨遵皇命，便发现了望州城中有诈，于是
臣便立刻派军前来支援，这才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。此战大捷。什么？皇上，臣等确实不知那密信是小女所送。小女虽然愚昧顽劣，还请陛下、太后看在小女虽然蠢笨，但却阴差阳错之下解了战局的份上，饶她一命。原来滇北之战之所以这么顺利，是太后在望州城那一战。若非是她，朕便已经落入了太后的圈套。宋芝芝，好你个宋芝芝！好，宋平哪里愚笨？朕看是大智若愚，该赏。太后觉得呢？皇上说的是，该赏。什么？又要赏？皇上，这臣妾虽然误打误撞解了战局，这是以下犯上，这是大罪啊！皇上还是把臣妾打入冷宫吧，不然臣妾吃不着饭，睡不下觉。既如此，那朕便赏你一块免死金牌。朕保证，以后不管你犯下什么错，朕绝不会杀你，也绝不会把你打入冷宫。如此，爱妃也睡得着了吧？皇上，这黄金臣妾就收下了，这金牌就算了吧，过臣道。朕不仅要送你免死金牌，还要敬你位。即日起，宋平晋为宋妃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有必要。宋家军人人人有赏，宋将军封为护国大将军。3日后大摆庆功宴。谢主隆恩。这快走！哎，爹，先前京城便来信说芝芝落水，恐怕是伤及了脑子，如今又经历了这番打击，恐怕心绪不稳啊。以后我们再入宫前来探望就是了。是。娘娘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您落水之后，您都变得聪明多了。知道这块免死金牌是多大的恩赐吗？有了它，你以后可以在宫中横着走了。现在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是那种机关算尽但全算错的人，我是那种权衡利弊之后但是全选弊的人，我是那种老谋深算但又啥都算不明白的人。我倒是觉得你是很有可能成为后宫之主的人。你此番出头冒尖，虽然并非你本意，但也间接害了不少人。你恐怕是要有大麻烦了。苍天啊！你给我关门的时候，是不是夹到我脑袋了？我特意给你藏的，快吃吧。你从第1集一直藏到现在啊！皇上，您是没瞅见今日太后走时候的表情，那脸啊是一会儿青一会儿绿。没想到这宋妃居然误打误撞搅了太后的局。皇上，您说这宋妃到底是哪边的人呢？她一次又一次的救您，兴许还真是对您情根深重。宋家一直保持中立，或许宋芝芝会成为一个开口。皇上说的是。是谁说宋家女冰雪聪明，好拿捏掌控？哀家绞尽脑汁，也不如她灵机一动。现在都怀疑，到底是哪边的？娘娘，望州城大计，涉事重大，无人知晓。宋芝芝应当也只是误打误撞。误打误撞，让皇帝坐享其成，风头更深。这战局，先帝花了10年都未能解决，如今竟然被他给解。娘娘，依老奴拙见，
咱们不如在皇帝身边再安插一个暗桩，制衡一下宋芝芝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事闹成这样，估计皇上也察觉了我们在京中安排了爪牙，大都督的女儿亦在宫中，为求自保，他不得不归顺我们。你是说梁大爷？姐姐，你的意思是望州城这战是太后故意坑皇上，我是误打误撞救了他。照你这么说，那太后不是在通敌卖国吗？这老钱婆她想干什么？大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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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！嘘！皇上与太后积怨已久，你此次救了皇上，自然也是得罪了太后在军中安插的暗桩嘛。前朝后宫权力复杂，就咱这后宫还有太后安插的嫔妃呢。那梁答应就是。太后有命，将梁答应安置翠云宫偏殿。啊！这梁答应是梁都督的外室所生，被送入宫中。前些日子因为不懂规矩，才被打入冷宫。他阿娘在都督府受尽屈辱，所以他一定会为太后所用。唉，也是个可怜人啊。姐姐，没想到一别几日，你不仅升了位分，还成了一宫之主。我殿内失火，以后还得仰仗宋姐姐照顾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那这都空着呢，你自己挑吧。叮咚，宿主，距离您上次积累的冷宫时长已经过去5天，如果您不能尽快回到冷宫积累时长，则视为任务失败，抹杀现实世界与3000小世界的您。啥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我如今手握免死金牌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我真是想回冷宫！这下好了，皇上想要对付我，太后也不放过我，就连系统都要抹杀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等等，狗皇帝，哎，狗皇帝，狗皇帝给我升位分，升位分让我执掌一宫，那我只要让他生理厌恶，那不就行了？哎，这是个小天才！娘娘，不好了，你还是想办法将梁答应赶走吧。奴婢刚才不小心听见。梁答应说要在宫宴上对付您啊！真的？真的！哎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却不费工夫。他打算什么时候对我动手啊？就在明晚的庆功宴上。庆功宴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样，把这个交给梁答应，务必让我明天的饮食起居全部都交给他来全权处理。啊！我家娘娘果然病得不轻啊！宋妃居然将长宫令牌交给了您，她难道不知您？这也说不准，也不知道她是真蠢还是假蠢。可能她是大智若愚，早就发现了问题。那明日的庆功宴，计划有变，明日换个方案。哎，梁答应，梁答应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特别的可恨？为何？是不是有一种想要掐死我、狠狠蹂躏我的感觉？宋姐姐说笑，她果然在试探我。姐姐是一宫主位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答应，怎么敢以下犯上？嗨，这才是宫斗的正常打开方式嘛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嘴上说不敢，没准心里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，让我出丑了。梁妹妹，本宫可是把掌事令牌都给你了，我的一切可都交给你了，你可莫叫本宫失望啊！我生气了，今晚肯定要动手了。他发觉了，他
看来今晚绝不能动手。小欢，去把那件我亲自做的云裳拿出来。小主，那件衣服您可是整整做了10年啊！去。姐姐，今天晚宴您穿这身。姐，小心！梁大爷，这衣服里，你是不是藏了银针，或者养药粉什么东西，能让本宫在宫宴上颜面尽失？我或者就是在我脸上的脂粉上动了手脚，让我一进那宫宴就变成个猪头，让皇上太后对我大发雷霆。姐姐，嘘，闹腾，我都懂。事成之后，郑重的感谢。他果然是在试探我，京都将怎么惩处我都想好了。宋妃呢？花间月，永相守，此情绵绵无尽头。纵使岁月匆匆过，爱你如初不开。想不到这个蠢女人居然还有这一面。见过皇上太后。宋妃。落座吧。喜姐姐，哪个好吃？那个藕粉丸子最好吃。这个，还是古人会享受啊，这可比现代冲泡的好喝多了。此次延北大捷，宋家军功不可没。宋将军请。啊，不敢，陛下先请。谢陛下。爹，芝芝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以前的她名门闺秀，也会在闺房里绣花，现在她怎么……唉，我们宋家人常年在边疆征战，对芝芝疏于关心。才让太后做了空子，将她强行送入宫中，遭此劫难。唉，无论芝芝变成什么样，她都是我们宋家人。宋家人个个骁勇善战，宋妃还解了边疆战局，可见宋家人都不是凡物。宋芝芝，今日哀家倒是想问问你如何看待天下局势。这宋芝芝自打从冷宫出来便疯疯逼逼，哀家今日便要出点题考考，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。喂，别吃了，太后让你吃点江山呢。我哪会吃点江山？我只会点外卖、点奶茶、3分糖、7分冰、少麻、重辣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宋芝芝，你吃晕碳了！小嘴一张，搁那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宋妃刚才说什么？3分糖，7分冰，少麻，重辣。听说此番燕北之困，便是宋妃所解，连皇上都称赞她大智若愚。宋妃此番话必有别的深意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皇上、太后娘娘，臣明白宋妃所言何事了。不是，哥们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子，你怎么就明白了嘞？侍郎直说便是。
宋妃的意思是，如今3分天下7分诸侯，但众诸侯缺少马匹，只要我们控制住马匹，以诸侯国缺少骑兵者弱势，重重攻之，必能统一天下。我的妈，还能这么理解？是啊，我朝祖先一辈子在马上打天下，骑兵也是我朝的利器。据他说，无论是人马和粮草，都不如我朝。只要我用我所长，补敌国之短板，才是大获全胜啊！不错，看来宋妃娘娘是冰雪聪明，一针见血啊！想不到她竟有这般大智慧。好你个宋芝芝，竟然装疯卖傻骗哀家！哼！牛啊！牛什么牛啊？你看不到太后恨不得把我活剥了吗？好啊，你们宋家人果然虎父无犬女，宋妃当真冰雪聪明，大智若愚，怪不得一而再再而三替皇上解决。太后娘娘，臣妾要是说臣妾刚才是信口胡诌的，您信吗？你说哀家信不信？不信就不信嘛，这么生气干嘛？你母后，芝芝天资聪颖，能为我朝解忧，您怎么还生气呢？余震呢？宋妃该赏。都赏赐你了，快去谢恩呐！我要是说我已经麻木了，你信吗？哎呀，麻木了也得谢恩，保命要紧。去。宋妃，你可有何想要之物？狗皇帝，我还不知道你，我想要什么你就不给我什么。行，那我今天就要个反着来。回皇上，我要当皇后。你还要连跳3级啊！你有病啊！哎呀，皇上，小女信口胡诌，还请陛下莫要与她一般见识啊！皇上，芝芝定然是之前掉到水里，把脑子淹坏了。这还不跪下！说的好像我要他就给我似的。无妨，宋妃天资聪颖，当皇后虽不可，不过朕可以给宋妃一个贵妃。不仅可以让你当贵妃，还可以协理6宫。皇，哎呀，这怎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？那个皇上，我刚刚胡说八道的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其实协理6宫的人另有人选。哦，祺贵妃，祺贵妃比臣妾要聪慧10万倍。她最适合协理6宫了。好你个宋芝芝，真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啊 ！Sorry 啦。臣妾衣服坏了，还请皇上允许臣妾下去换个衣服。下去吧。哎，快走快走！宋将军，请起。啊，谢陛下。切，这个狗皇帝，他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心声啊？我不要什么，他偏给；我要什么，他什么都不给。还有那个梁答应。不是说好了在庆功宴上对付了吗？除了把我打扮成扑棱蛾子一样，也没什么手段嘛。宋芝芝，搞什么？前有狼，后有虎。这段时日好生威风，可谓是出尽风头。还行吧，还行。
你可还记得是哪边的人？我哪边都不是，我只想进冷宫啊！太后娘娘，臣妾发誓，臣妾已经尽全力了。臣妾也不知道，臣妾愚笨，臣妾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搞砸了您那么多事情。既然臣妾这么没用，那不如您就把臣妾放了。既然无用，无用的棋子自有无用的下场。来人！宋妃不过是换个衣裳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奴才这就派人去盯一下。太后娘娘，臣妾只是愚笨，罪不至死吧？蠢笨！哼！你们宋家的人三朝元老，宋家的人就没有蠢笨。依哀家看，你就是无知无畏，需有把柄在哀家手中，才能尽心尽力为哀家办事。那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秽乱后宫是死罪啊？这也太多人了吧！太后娘娘，虽然臣妾觉得您这个法子也不错，可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，臣妾毕竟是皇上的人，不能这般胡作非为啊！太后娘娘，皇上是您的亲儿子，我是您的亲儿媳，您就这样给你的亲儿子戴绿帽，不合适啊！巧言善辩，你若乖乖配合，还能少受些罪；若不配合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！我的个乖乖，在现代当打工人，1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叠2男模的，现在一次进来5个，那是这也吃不消啊！宋妃娘娘，您还是不要多了，太后之命，我等不能违抗。那个，太后给你们多少钱？我给你们2倍。可是，能不能等我回到冷宫之后再来应聘啊？应聘？什么应聘？我打算在冷宫开一家模子店，咱到时候也不迟嘛。拖延时间？你怎么知道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娘娘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现在，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动他！皇上，花前月永相守，此情绵绵不尽头。总是岁月，所有侍卫格杀勿论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别杀啊，我的嫡小员工！都当皇上了，这床垫还这么硬，真抠。你就这么舍不得朕杀了那些侍卫？还是说，如果朕没有出现，你就打算半推半就的从了？这是……朕只是不允许朕的宫里出现秽乱的宫妃。是你的父兄想见你，朕才派人救你，你别误会。他们在偏殿等。什么？这要是露馅了可怎么办？怎么闯完一关又一关？老天爷，你玩我呢？宋芝芝，在。你是朕的妃子，要时刻记得
请问是情？哎呀，爹，你这都转了10几圈了，转得我头都要晕了。哎，淮安呐，你说前面2次我们见芝芝，他都对我们是漠视态度，他是不是在怨恨我们呀？哎呀，边关苦寒，不能将小妹带在身边，这才让她着了太后的道。这都是我们亏欠她的呀。哎呀，啊，芝芝，来，一转眼好多年没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死马当成活马医。二哥，爹，芝芝，你怎么了？我前些日子不是落水了吗？你们也知道，脑子进水，我以前好多事儿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你们不会怪我吧？哎呦，我怎么会怪你啊？是我没照顾好你。不会就好。哎呀，芝芝啊，你在皇宫住的可还习惯？皇上对你好不好啊？哎呀，爹听说你前段时间还被打入冷宫，这冷宫苦寒，你怎么受得了的呀？小妹，你放心，如今我跟爹都回来了，你以后绝对不会再进入冷宫。我还不如在冷宫待着呢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你前段时间屡次帮助皇帝，还出风头，难道不是因为爱慕他？看来这宋家人是真心心疼原主。既然我现在四面楚歌，不如问问宋家人的意思。左右太后看上的也不是我，而是宋家的势力。来，凑近点，凑近点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被太后威胁上。说，如果我不帮他欺骗皇上，他就叫人夺我命。还有上次望州城的事儿，我跟你们说，那是太后设的圈套。皇上，既然太后娘娘可以威胁宋贵妃，那您今日为何？朕与太后不仅是血缘相隔，亦是政见不合。选择权现在在宋芝芝和宋家人手里。以前怎么没发现皇上有这么心软呢？他今天叫了5个侍卫来回我清白。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宋家本来就有意中立，才会选择到边关去戍关，可没想到竟然还要被太后威胁。想不到望州城竟然是太后设下的圈套，即使太后和皇上党争，也不能干出如此卖国之事啊！就是说嘛，所以2位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一心想要回到冷宫了吧？我那哪是爱慕皇上，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就想赶紧离开那个是非之地。是啊，你觉得皇上怎么样？挺帅的啊！你们可不能乱点鸳鸯谱啊！芝芝啊，现如今朝局动荡，我宋家有意中立，可还是避免不了党争。这是我们宋家军的兵符，爹现在把它交给你，想必太后也不敢再随意刁难你。至于你想帮谁，我们宋家都会支持你。我家芝芝天生聪慧，爹能看出来皇上是对你有意的，要不然也不会主动安排我们见面了。不对啊，可皇帝不是说是宋家人要见我，所以他才来找我，又阴差阳错救了我吗？这时辰也不早了，我和你二哥要出宫了，你在宫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不管有什么事情，叫人给我们送信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
照顾好自己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原主啊，原主，你有这么好的家人，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娘娘，那宋芝芝又被救走了。你说什么？皇帝把宋芝芝救走了？哀家虽与皇帝不和，但他从未在明面上忤逆过哀家。这宋芝芝还是第一个。去，把梁大印叫过来。这宋家人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也绝不能落到皇帝手中。是。小主，太后命您今晚就在膳食中下毒，除掉宋贵妃。我们当真要这样做吗？宋贵妃与我不同，她家世显赫，虽母亲早亡，但宋家人疼她、爱她，她可以对太后说不，而我却不能。我阿娘还在府里受苦，现在不仅多了一块免死金牌，还生了贵妃，这样下去我还怎么进冷宫啊？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仇也没用，咱吃饱再说啊！哎，梁大爷，咱们今天晚上吃火锅吧。他竟然这般信任我，宋贵妃，其实我……哎呀，你都进翠云宫了，以后就是我的饭搭子，备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啊！我好。云翠，准备干饭。娘娘，您糊涂啊！这梁答应可是太后的人，一心想要害您，你怎么还能将入口的东西交给他呢？我觉得他生性善良，应该不会害我。可是，行了，赶紧准备吧！啊，要重庆的啦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哎，好你个梁答应，居然将狗皇帝给叫过来，这跟害我有什么区别？宋姐姐，我去御膳房的时候偶遇了皇上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皇上能来我们这寒舍，那是蓬荜生辉啊！姐姐不怪我就好，那我就先退下了，不打扰姐姐和皇上用膳。梁答应说爱妃给朕做了美食，朕看爱妃的表情像是不太欢迎朕啊。你们母子二人一个个把我当猴耍，还指望我欢迎？怎么会呢，皇上？皇上请吃吧。这是何物？大胆宋贵妃，你竟敢给皇上吃生食！看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怎么能是生食呢？那叫火锅儿。火锅怎么吃法？狗男人，本来就没有准备多少，你以为我乐意请你吃？看着啊，那个嘞是毛豆儿，含5秒都可以吃了。这个呢？猪肚。这个。猪大肠，猪头、猪脑、猪肾、猪尾巴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吓我一激灵！你不吃你拍啥桌子呀？你竟敢给朕吃猪下水！哎呀妈！我咋给忘了？这古代有钱人都不吃内脏。哎，他生气了！他终于生气了！那是不是代表着我终于有希望回冷宫了？皇上，那猪下水怎么了？猪下水多好吃啊！皇上，你看，臣妾平时就这副粗鄙的样子，实在是没办法在后宫里待着。要不皇上还是把我放回冷宫去吧，以免辣了您的眼。你说是不是？大胆宋贵妃，你不行，这宋芝芝虽然行事古怪，但宋家刚凯旋归来，
绝不能此时责罚于他寒了宋家人的心啊！哎，忍不住了吧？快呀，快来责罚我啊！爱妃体恤民情啊，愿意和百姓一起吃猪下水，振兴圣位，又怎舍得把你打入冷宫啊？好你个狗！不管我干什么，你都能给我找到借口是吧？你干什么？皇上身为九五之尊，更应该以身作则嘛。皇上，臣妾为你。狗男人，让你成天耍我！你竟敢笔下犯上，强逼皇上吃下水！这下水怎么又碎了？竟比御膳房菜肴都好吃！是，赶紧让你们家主子把我打进冷宫！我这是以下犯上，滔天大罪呀！我跟你说，马上就皇上，你不，皇上。狗男人可以把我打入冷宫，但是不能抢我吃的。宋贵妃，你的手艺甚是不错。真错错嘞！梁大爷，哀家不是命你今晚要了宋芝芝的命吗？回太后，今晚皇上也在，臣妾不敢贸然动手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娘的命还在哀家手中。回太后的话，虽然臣妾没有下毒成功，但是臣妾有了别的发现。说。此话当真？小主，今日就是动手的最好时机，您为何？其实我已经动手了，只是我也不明白皇上为何。皇上，您自幼被太后丢进冷宫，只能以下水为食。您明明最厌恶内脏，今日为何？朕确实厌恶下水，可朕却控制不住的想看到那张笑脸。你说什么？皇上来你这儿吃火锅了？你是不知道，我让梁答应给我准备的鸭血、鸭肠全被狗皇帝给炫了。你怕不是见鬼了吧？皇上别说吃了，连见都见不得这些东西。哎，刚开始他是不吃，后来我就硬塞他嘴里，他一尝，简直是艺术品。疯了吧，宋芝芝！你知不知道，皇上自幼被太后扔到冷宫，每天以下水充饥。3年前御膳房送去了猪肝，当场被他砍头了。你竟然敢你！砍头了？这么严重？你脑子不好使，不知道，也情有可原。但那梁答应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莫非梁答应他是想借皇上的手杀你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吧？那梁答应此举倒是情有可原哦。那皇上他……哟，芝芝，你怕不是让皇上坠入爱河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皇上虽然后宫佳丽3000，但真正爱慕他的没几个。你这5次3番的救他，他很难不爱上你吧？完了！那我不是完了吗？我一心想要这狗皇帝把我打进冷宫，他要这，你意思我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呀？哎呀，你左右现在已经被太后忌惮上了，你不如赶紧抱上皇上这根大腿，保你小命要紧。咋抱啊？
我帮你想想。你帮我想想。从一开始就想让那狗皇帝厌恶我，把我打进冷宫，现在又让我去讨好他，这都什么事儿呢？今天是皇上同胞兄弟的忌日，太后必然会找借口罚他。哎呦我去，头疼！哎呀，芝芝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跟我走。哎！今日是你弟弟的忌日，当年若非你偷偷带他去后山，他怎会失踪，被野兽吞噬，尸骨无存？你别以为哀家不知道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哀家要是知道你如此恶毒，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，定然在你刚出生的时候将你活活掐死。你这辈子都欠他。既然你自己知道错了，就跪在这忏悔吧。你们说，皇上都已经是万人之上的皇帝了，为何还要乖乖被太后责罚呢？或许连他自己也在恨自己吧。芝芝啊，你这么懂皇上，也难怪皇上会对你情根深重啊。我都是胡说的。太后走了，到我们了，走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你还真是总能出乎本宫意料啊！贵妃娘娘，我家娘娘这样真的能讨皇上欢喜吗？不会当场被砍头吧？换做别人可能会，但是你们家娘娘不会。皇上生气了，你这不能怪我呀！我哪知道你家娘娘会跳出这么惊世骇俗的舞？皇上，宋之师，你是第一个记得人生中的人。原来今日除了是六皇子的忌日，也是他的生辰。成了，将将。哎呀，这么看，他们俩还是挺般配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蛋糕，在我们家那边过生辰的人都要吃这个的，就是被我一不小心给做坏了，
不过味道应该差不多，你尝尝。皇上他不吃甜食，不行，我得。哎，你们家皇上连下水都吃了，还差这点甜食啊？怎么样？甜吗？甜。他虽然是皇帝，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开心。皇上，既然今天是你的生辰，那不如你满足我一个愿望吧。不都是过生辰的人才许愿吗？你跟朕许什么愿？这个嘛，您是什么？皇上。对呀，您是万人之上的皇上。那我呢？我是什么？妃子。除了妃子，我是什么？妻子。哇！我刚才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？皇上说什么？皇上说宋贵妃是他妻子。这还是我认识的皇上吗？说好的六亲不认，偏执阴狠呢？这话本子打开的方式是不是都不太一样啊？哎，除了这些呢？子民。对了呀，正所谓水能载舟，亦能怎么样？腹中。所以皇上满足子民的愿望，这叫职责所在。所以呀，还请皇上满足小民一个愿望，带小民去后山看星星。啊！宋贵妃她疯了！想当年，皇上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后山列为禁地，宋贵妃居然要皇上带她去后山。皇上该不会把娘娘的脖子拧成麻花吧？好。还是古代好啊，现代工业化那么严重，早就看不到星星了。看星星就看星星，至于把朕打扮成这个样子吗？皇上，您可别忘了，咱们可是偷偷溜出宫，跑到后山上来的。虽然现在是出来了，但是难保这里就没有太后的眼线。来，喝酒吧！生日快乐！你说，你好好的一个男主，混的怎么比反派还惨？反派？行了，不用装了，我知道，这叫美强惨。美强惨。不过你能遇到我，算是你走运了。像我这种绝世蠢货，太后就算是想阴你，也根本就找不到机会。你也知道自己蠢啊？对啊，任何事情只要交给我，那就等着糟心吧。庆幸吧，我是太后的人，不是你的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喝多了吧？您真的害死了六皇子吗？
皇兄，今日是你我的生辰，陪我去个地方，如何？好，我们是好兄弟，我愿意陪阿弟一起去玩。皇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干什么？皇兄，你从未体验过皇家围猎吧？今日我便好好陪你玩一玩。都是一母同胞的，这六皇子居然这么残忍，跟老太后一样。你信朕？唉，你要真是那种穷凶极恶的人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早就能对付太后了，还用得着被她欺负？谢谢你啊。你当真相信不是朕害了六皇子？我当然这么想了。我不说了吗？我站哪边哪边就得遭xét。这后宫有什么好的？还是冷宫好啊！不当牛马也没人管，当贵妃每天就装来装去的，还动不动就让人下跪，这跟当牛马有什么区别？宋诗诗，啊，流星啊！我手机呢？相守，此情绵绵不尽头。总是岁月宋诗诗，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？本皇帝。我操！难道是距离了2亩地吗？这样怎么跟断了一样？宋芝芝，你都在想什么呢？哎，但是没关系，宋芝芝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就当睡了一个模子嘛。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的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。哎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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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？活血化瘀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呢？本宫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爬山？你昨天晚上不会跟皇上爬了一宿吧？啊，你这个脖子……那个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昨天晚上怎么这么多蚊子包啊？下次跟我说，我给你带点防蚊虫的荷包。就是这样，这大蚊子咬的跟打了玻尿酸似的，我先走了。玻尿酸？是尿吗？芝芝，我家皇上得失心疯了。娘娘，娘娘，您追更的后宫嫔妃话本子更新了。快！啥？这都是啥呀？不
不是，这也能磕？皇上跟太后两个人关系就这么不好？从小就是。我现在就觉得皇上挺好。我觉得这皇上吧，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听说了吗？宋贵妃一舞动京城，将咱们管了20多年的皇上都给拿下了。可不就是啊！我还听说，自从宋贵妃跳完舞以后，皇上直接对宋贵妃倾心不已，一夜8次啊！咱们去那边说。宋芝芝，你好有魅力，真好爱。云翠，不是说今天内务府选秀女吗？秀女呢？在宋贵妃，宋贵妃，小姐，你是皇上的宠爱呀！宋贵妃，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？这些人跟现在的私生饭有什么区别？对不起啊，芝芝，谁让你跟皇上太好磕了？嘿，你宋贵妃，太后娘娘有请。这老巫婆又来了。见过太后娘娘。宋芝芝，你好运气，清宫宴那晚竟被皇帝救下。但哀家劝你别高兴太早，就算宋家人回来，但这后宫始终是哀家做主。太后娘娘说的是，臣妾就是一个小卡拉咪，怎么敢跟太后娘娘作对嘛？太后娘娘，看来这宋芝芝还是挺听话的。哼，听话那是阳奉阴违。听闻皇帝对你用情至深，人人都这么说，我怎么依稀记得这是一个权谋世界嘞？大家八卦的都能去写话本子好吗？你虽蠢，但你是第一个走进皇帝内心的人。哀家许你生下皇子，只要你生下皇子，哀家就满足你一个愿望，哪怕你想当皇后，也未尝不可。太后娘娘，这不合适吧？虽然皇上长得挺好看的，身材也挺好的，好的，娘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肚子长在我身上，你管我生不生？嘿，娘娘，太后她人真好，她还撮合你和皇上。后宫无子，若您能生下第一个皇子，肯定能封为皇后。嘿，皇后，我怕是要直接当太后。当太后，那当太后更好了呀，有钱有权有儿子，就是没有夫君。嘿，翠儿啊，嘿，傻翠翠，太后那是想让我生一个傀儡皇帝，好让他名正言顺的垂帘听政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把孩子生下来就是我的死期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您说这宋芝芝当真会为我们所用吗？这宋芝芝天生怯懦，她刚进宫就闹自杀，她不敢不从。可是皇上，这事儿由不得他了。哀家已经以宋芝芝的名义给皇帝下了药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在吗？皇上，皇上，宋
药？你松手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就算不给你下药，你还不是跟疯了一样？花间相约在春天。搞什么？虽然前2天是我喝多了，但这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初吻。蝴蝶飞舞在身边，他这是中毒了。此刻美好又难忘。宋之之，你竟敢袭击！别怪我，同样的错，我可不想犯第2次。早知道做这事这么累，还不如跟他滚床单呢。是亲儿子吗？对自己的亲儿子还真敢下药。你倒是舒服了，还睡上婴儿床了。外面有人盯着呢。你还真是忠心，把朕打晕了，做戏给太后看。我用得着演戏吗？不演戏你不也挺有劲儿？嘀咕什么？我没说话呀。太后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朕也能给。你想当皇后，朕也能给。你有病吧？你以为人人都想当皇后啊？怎么，当皇后很好吗？那么多女人抢一个男人，你觉得是什么很光荣的事情吗？之前对朕说的那些话，做的那些事都是骗朕的。就连那晚，怪不得你要帮太后勾引朕。原来你想要去父留子。难道是说我一花瓶给他脑袋砸坏了？这不对呀，听起来好像是吵架了。皇上活不行，不应该啊！太后娘娘都给皇上下药了。那也就是对了。不过朕告诉你，太后也不是什么宋之之。我还以为头被我砸坏了呢，所以我想再砸一次，负负得正。你有病吧？说真的，今晚的事情真不是我干的，是太后，她以我的名义给你下药。太后说，如果我能生下皇嗣，就满足我一个愿望。我打你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沦为一个生育的工具。下药也不是个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肚子长在我身上，我是不可能出卖自己身体的，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后代再去接着夺权。后宫人人都是如此，他还是第一个特例。你跟我说这些，是因为你和太后的筹码没有谈妥吗？当然，太后那个老巫婆阴晴不定的，谁知道在我生下孩子了之后，她会不会弄死我啊？那你不想当皇后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。就算我们，
你要是真想要的话，朕自然可以满足你。真的？我想让你把我送回冷宫。他竟这般想回冷宫，待在朕的身边，就这么可怕吗？嘿，说真的，咱们两个合作，我呢就帮你稳住太后。事成之后，咱们再无瓜葛。至于那晚的事情，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好不好？哎呀妈，你说话呀，咱们就能各取所需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主意是不是特别好？好一个再无瓜葛！小夏子，把宋贵妃送回去。没事了，得罪了宋贵妃。不是你，皇上了不起啊你！你这是第二次把我赶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帮我，我就帮太后。哎呦，皇上这么生气，定然是因为药效过了之后，自己被霸王硬上弓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宋贵妃可真是神通广大，竟然硬上皇上。不行，快走！皇上，您若是喜欢宋贵妃，您应该让她知晓您的心意，何必三番五次的把她送回去？她还以为您讨厌她呢。去，把国库的钥匙给我拿过来。啥？开国库？你说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挽回面子，他倒好，又让人把我给丢出来了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哎，你说说，我只是想进冷宫，我又不是要他皇位，他至于吗？你还不如要了他的皇位呢。反正我是不会讨好他的，我也有尊严的好吧？皇上有旨，见过二位娘娘。皇上口谕，宋贵妃侍寝有功，赏黄金1万两，蜀锦10匹，珠宝10箱。你不是说你被赶出来了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一个996的可怜社畜，在今天也没见过这么多黄金啊！有牙医，七姐姐，是真的。这皇上不会是把国库都搬过来了吧？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这些都是您作为贵妃应得的。除了这些，皇上还有别的惊喜给您。贵妃？我还是贵妃呢，我怎么没有这些啊？芝芝啊，这些我能带走吗？姐姐，我宋芝芝正是会为五斗米折腰的人。哎呀，真是，你这品格简直是太好了！未来的皇后娘娘，我敬你一杯；未来的太后娘娘，我敬你一杯；我也敬你一杯。娘娘，这是丝制坊织制的面料，这是丝膳房的菜单，那是京城10星的骡子带。我之前还说这狗皇帝可怜，他之前都过的什么神仙日子啊？娘娘，皇上说了，只要贵妃娘娘开口，以贵妃娘娘为先。以我为先？那我可就提了啊！我要在冷宫加开一家网红小吃店、美妆店，还有模子店。模子店，好东西快的翻倍。娘娘，这是何物？滚！是娘娘。芝芝，还是你见过大世面。干杯！这荔枝怎么还有核啊？传令下去，以后全城的荔枝都不许长核。传令下去，宋贵妃说了，以后京城所有的荔枝都不许有核。宋贵妃说了，以后京城所有的荔枝都不许有核。他很开心，可不是嘛？就连宋贵妃宫中的猫儿都被封为了猫将军，倒像是他的作风。如此一来，他是不是就不想回冷宫了？皇上高明。
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，如今就连宫里的狸猫都变成了猫将军，您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啊！皇上驾到！朕过来并不太高兴。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？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门儿清。皇上能大驾光临，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朕今日过来是想问你，你可以再许一个愿望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臣妾很感激您这段时间为我做的，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但是无论再来多少次，我都那一个条件，我只想回冷宫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就这么不想当贵妃？当贵妃也很好啊，前仆后拥，金银玉器用都用不完，比当牛马强多了。我以前觉得我要是有好多好多钱就好了，可是正因为托你的福，经历了这一遭，才发现原来当时的我那么努力的工作，那就是当时的我的价值。但是就算是没有钱，我也会选择那样的生活。就像现在，我只想回冷宫，自由呼吸，自由的活着。你真的很特别。那我就当你在夸我了。你的请求朕允了，事成之后，朕会亲自送你去冷宫。你说你这个死系统啊，给我绑定什么冷宫系统啊？给我绑定个男模系统多好啊！从今天起，你需要配合朕在太后面前演戏。第一步，以妖妃的身份，帮朕拔出太后在后宫中的眼线。啊，皇上，这身怎么样？这身呢？我们只是做戏，又不是来真的，那么较真儿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事儿也不行是吧？我这就下去换。就这事了。爱妃，你现在可是妖妃，别忘了我们说好的，妖妃是要勾引朕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此情绵绵无尽头，总是岁月匆匆过。去吧，爱你如爱妃。初不改变。梁答应、惠嫔、路妃、陈答应，他们都是太后的人。宋贵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惠嫔，你今日可是左脚进宫，给本宫请安的，有罪。宋芝芝，你陈答应，你昨天在御花园用背影给皇上抛媚眼，
你祸乱后宫，你罪不容诛！你，还有你，你呼吸节奏与本宫不合，你以下犯上，那可是滔天大罪呀！皇上，宋贵妃这般当真行吗？太后她……前朝后宫势力错综复杂，朕虽然无法拔出眼线和太后作对，但宋芝芝可以。太后现如今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她身上，即便她犯下滔天大罪，也会包庇。本宫也不想如此，可皇上非是让本宫协理六宫。Cheers！ 你这是无中生有。对，你仗着皇上宠爱，就这样无法无天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就是你这个妖妃，哎，妖妃就对了。自打本宫一进宫啊，就独得皇上的宠爱。这后宫佳丽三千，本宫也劝皇上要雨露均沾。可皇上他就宠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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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宠我啊！宋芝芝，你谁叫本宫是妖妃呢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被打入冷宫。太后娘娘一定会杀了我们。宋贵妃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您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不能进冷宫。宋芝芝，你这是污蔑！我要见皇上。宋芝芝，你要是敢让我们进冷宫，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能进冷宫是件多么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，你们竟然还不愿意？那本宫若是说要将你们贬为庶人，逐出宫去呢？逐出宫去也不……什么？逐出宫？我们就不用再听明玉太后了。娘娘，我们愿意，都听娘娘的。看来这事儿也没那么难了。赏你们了。你们出宫以后啊，就再也没有人跟本宫争宠了。这些银子就当是施舍你们的了。多谢娘娘的成全。日后你们不再是家族的棋子，后宫的花瓶，你们可以拥有更广阔的世界，去做自己的。梁答应，你怎么不走？宋贵妃，就算你得宠，你也不能……哎呀，皇上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别的人都好打发，可是梁答应的娘在太后手里呢。皇上，好，撒手。你怎么会有我娘的香囊？你娘在江南等你呢，要不要走？看你自己。宋贵妃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宋芝芝把哀家安插在后宫的眼线都赶走了？放肆！太后娘娘，宋芝芝此举怕不是已经叛变了？她该不会是已经倒戈皇上了吧？去，派人去盯着。是。第二步，你此举定会引起太后怀疑，我们需要做一场戏给太后看，打消太后的疑虑。好你个宋芝芝，朕给你协理6宫之权，你却将朕的嫔妃全都送出宫去，你是想遣散朕的后宫吗？冤枉皇上，臣妾此举都是因为爱慕皇上。连队。哎呀，皇上，您还是消消气，饶过宋妹妹吧。宋妹妹年纪还小，你可千万别因她动怒啊！放肆！难道想让这以后这个后宫里面就只有你们2个人吗？朕告诉你，不行！来人，把宋芝芝拖出去！啊，还没打完呢。
怎么感觉有点假？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动怒，宋贵妃已怀有身孕了。皇上，听说还是个皇子呢。哦。第3步，让太后以为大计已成，可以动手。太后，宋贵妃有孕了。你说什么？宋芝芝有孕了？太后娘娘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如今有了傀儡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这蠢货，这才5日她便有孕，难道是16经转世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妾终于不辱使命，完成了你交代我的事情。哀家竟不知道你还有这种本事，5日便可有孕。太后娘娘，你怎么不相信臣妾呢？哼，我早就料到了你这个老巫婆会找御医给我把脉了。七姐姐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假孕药。如何？回太后，确实是有孕的脉象，宋贵妃已有4个月身孕了。4个月？我这个假孕药吧，虽然有奇效，但是还不成熟，兴许会有副作用。你先用着。你又不争宠，你哪来的这种药啊？也没说是这种副作用啊！4个月前我才刚进宫，这路这么远。宋芝芝，你竟敢混乱后宫！说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4个月前刚刚进宫，怎么会怀有皇帝的孩子？太后娘娘，你可知臣妾为何要自杀？就是因为这个皇帝他实在是禽兽啊！臣妾原本心有所属，奈何一进宫就被他怎么了？就被他毁了清白。臣妾这才不得已选择自杀的。太后娘娘，宋贵妃刚进宫时，皇上确实召她侍寝过，她正是那晚跳的河。那你为何要将魏嫔他们赶出宫去？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臣妾自打知道自己怀了孕，那臣妾就害怕呀。臣妾怕那些妃嫔他们眼红，他们下毒谋害臣妾和肚子里的孩子。那臣妾就想啊，臣妾死了不要紧，可肚子里的孩子是太后娘娘最重视的了。那不行。这个宋芝芝是皇帝唯一一个宠幸过的妃嫔，即便这孩子不是皇帝的，当个傀儡皇帝也够用。起来吧。谢谢太后娘娘。宋贵妃有孕，翠云宫重重有赏。多谢太后。那臣妾，哎呀，告诉哥哥，时机已经成熟，可以动手了。是。温明，这一切也该结束。幸好我晚上吃的多，太医说居然有4个月了，太后那个老巫婆居然都信了。他不是信，这个位置只要坐的不是正，无论是谁，他都肯信。多好看的一个人，可惜这么大的皇宫没有一个爱他的。那个，我们第4步是什么？最后一步。
陪朕去走走。这就是你说的第4步，这不冷宫吗？这是朕自幼长大的地方。自幼长大的地方。居然还有皇子！你是高贵妃的血脉，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他可是皇子，万一他哪天被接回去了呢？能不能一步登天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朕从小被命运捉弄，被几个疯掉的嫔妃抚养长大，也被母后的那些仇敌欺辱过，就连到宫统的太监都可以欺凌朕。所以你是想要报复他，把他也关进来？这里怎么会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你喝醉酒说的吗？原来那些银子、衣服、首饰不是为了收买我，原来他把我说的话都记住了。以后这里就是属于你的。而之前不是怎么都不愿意让我回冷宫吗？那个，我们的合作是不是该结束了？结束了。宋芝芝，我听说，只要你在冷宫待够99天，就会回去了。朕要是还活着的话，能来看你吗？好啊。宋芝芝，只有在冷宫里才是对你最安全的。如果朕败了，你也能继续过你想要的生活。我们怎么又被打入冷宫了？娘娘，我们也太惨了吧！恭喜宿主重回冷宫，冷宫进城第4日。我们终于能回冷宫了！我们终于能回冷宫了！好了，真快乐！太好了，快走，不用过去了，快走，回冷宫喽！姐妹们，这些可都是皇上赏给我们的，喜欢什么呀？随便拿。宋芝芝，打麻将啊，走，过来吧。麻将都不打了？你这是得什么病了？我这假孕药也没有真怀孕的迹象吧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！哎呀，你说这皇上怎么什么都修了，唯独没有修男模馆呢？都落在水月中，谁躲藏在回忆中？外面现在怎么样了？芝芝，这已经是你今天第8次问及外面的局势了。咱们这个皇上，他没你想的那么弱。你忘了，他以前可是暴君，还是说你爱上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喜欢他的钱。可是皇上已经把他的私房钱都给你了呀。那我就是喜欢他的权利。你可是前朝后宫唯一一个拥有免死金牌的人。那我就是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抚养皇上长大的奶娘留给皇上的，见此簪，如见皇上。芝芝啊，人生是短暂的。那是乾熙宫，怎么着火了？这
皇帝，你克父克兄，继位后更是荒淫无度，残杀无辜。这位置你坐得够久，该让位了。母后，父皇被你亲手所杀，我这后宫佳丽3000，皆是你强行纳入。皇帝托梦，你便找来6000百姓为其守灵，这些都是我的错吗？你住口！若不是你，你弟弟怎会惨死后山，尸骨无存？我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当真不知吗？皇帝生性残暴，把我骗进后山，想将我杀害之时，不慎坠崖被野兽吞噬，而我却为他赎了10年罪。住口！你住口！为了这些事，你杀害了我的奶娘，日日夜夜的鞭打我、折磨我，给我下药，想等我诞下皇子之后，你自己垂帘听政。要怪，只能怪你命不好，双生子本就不吉。哀家现在已经有了皇家血脉，自然不需要你这个灾星。是吗？所以在母后眼里，这皇位谁做都行，唯独朕不行。请与君听令，诛杀反贼，清君侧。是。你早有准备，不然你觉得朕为何要忍这么多年？你不是说朕嗜血残暴，不配为君吗？但这皇位，朕偏偏要坐稳了。就算你早有准备，又如何？你舅舅护国公在城外布下5万大军，就凭你在军中安插的人，如何能赢？妹妹，大事不好了！宋将军杀过来了，把我们的人都给解决了。什么？大胆护国公，竟敢谋反，拿下！是。陛下，所有叛军已尽数伏诛。陛下，我父传信回来，说望州城有诈。真不要打草惊蛇，用少量兵马去探。如若属实，太后和护国公一党便不能再留了。是。皇上，宋贵妃到。你和宋芝芝是在和本宫做戏，那宋芝芝根本没有怀孕，宋家也根本不是中立，让我误以为时机成熟，好一网打尽。您可是太后，不激你谋反，我怎么能拨乱反正？逆子，逆子！母后，您年纪大了，该去颐养天年了。你没有好下场，当初死的人怎么不是你？为什么不是你？此生都不会有人真心待你。韩敏，我带着宋家军来叫你了。把情愿相守。
总是岁月。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是我散落完整的爱意，无法跨过的距离，告诉你，看着你身影穿过万里。小妹，等你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结束了。茫茫人海中，只一眼，辩论限于你。心不由得还没结束。靠近，就越难结局。如果爱是随风而行，我该如何才能平息？或许这里真的能找到真心待我之人。重叠着轨迹，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是我散落万千的爱意。你们一个个全都骗我是吧？宋家原本就是皇帝党，还有爹，你早就投靠了皇上，为什么还要分一半兵力给我？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啊。宋将军只是担心，万一兵败，太后会对你不利。哎，对，走末将告退。哎，走。你的意思是，之前的那些事儿，全都是巧合？你在配合我？是，也不是。什么是不是的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？因为你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。陛下，你就喝了吧。第一个替我挡灾的人。是我，宋芝芝。你是第一个记得我生日的人。宋芝芝，你可愿做朕唯一的王后？8饼。胡了！朕如此擅长排兵布阵，为何连个麻将都打不好？再来！哎呀，皇上，国库如今都是由芝芝管着，要是让他知道您今天输了这么多钱，怕是不好交代吧？文明，你又输了多少银子啊？芝芝，朕勤勉一些，总能赚回来。狗东西，你再杀！我抽死你个败家皇帝！恭喜宿主已经在冷宫待够99天，请问宿主是否立刻要回现代？回来，但不是一个人。